个做法国结，也叫法式蝴蝶结的做法哈。来，大家看一下啊。顶180度啊，这样拿着，这样绕过来，这一边圈小一点，然后再这样转180度，最窄的地方用手压住，两边都捋平了，这样弯过来，弯到这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花瓣，这个再绕180度，就绕到最细的地方收过来，方便用手指压着它。这个食指跟拇指继续压着它。同样的方法，再折过来，这对面第二个花瓣，在这的时候再绕一下180度，这样最窄的地方仍然用食指跟拇指压着。绕过来的时候，稍微往旁边延伸一点。同样的方法，再在这儿绕180度，最窄的地方压着。那么这另外一头就伸到这边来了啊，再这样折一下，同样的方法再绕180度。这是2个花瓣的法式结。如果要做大一点，然后再继续往下面折，折到这儿的时候，再给它折180度，再压住，始终都是拇指跟食指这样压着。这边3个花瓣了啊，这边2个花瓣，继续再折回来。后做的花瓣要比前面的要长一点，这样有层次，好看一些。再做大一点，一边做4个。好的，法式结，再用同样的方法折。好，这边第4个花瓣马上就要成了啊，这样绕过来，食指跟拇指之间压的这几个花瓣都是最窄的地方，这样捏得住。这样我这个法式结基本上做完，下面还需要2个尾巴，可以这样绕过来，多余的这一节我给剪掉啊。还是同样的方法，把这尾巴收一下啊，窄窄的，这样这个地方就压了好几层，然后用一根比较细的丝带给它系住，穿过来，从中间这个花心穿过来啊。为什么要做中间这个花心挡着呢？是因为这个丝带从这边绕过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花心挡着的话，会比较不难看。我们绕2次，拉紧一点，然后记住系个死扣，这样它不容易散。下面这个地方就给它剪断，斜着剪。那么稍微整理一下啊。各种材质的丝带都可以这样做啊。这样系在花束上面，或者系在花瓶口都可以。比方说这个啊。好，无论是花束还是花瓶，可以根据花束和花瓶的大小来调节这个法式结。好，就可以了。这是一根绳子啊，丝带，先给它这样系上。
系上以后呢，我是习惯了这边在下头，右边在上头，把下面的这根翅膀这样折着，看到没？这样折着，这样捏着啊，然后把右边上面这根这样从上边绕到这儿，绕到这儿的时候啊，看这不是有一个洞吗？这样穿过来，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给它掐着，这样一拉，长短可以自己调，这不就好了吗？如果你的方向和我相反啊，左边这根在上面，右边这根在下边的话，倒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把下边这一根这样轻轻的用食指跟拇指这样折起来，折一半到这儿啊。然后左边这一根从上面这样绕过来，哎，绕到这儿的时候啊，绕到这儿的时候，然后这一根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绕过来吗？绕过来以后呢，这一根儿就从你看这是不是有个洞吗？就从这块儿啊，这块有个洞，从这块儿绕过去啊，穿到上面，穿到上面时候，同时用食指跟拇指捏住拉过去的那一根，然后这边一根也别让它散了啊，同时这样往各自的方向一拉，哎就可以了。这样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啊，这样也是对的，也是可以的。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啊，好了，你会了吗？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这是一根丝带啊，先把这一根丝带系上一道，系完以后呢，咱们再来系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这里要留一个手指头的缝隙，用中指、无名指也行，就用中指吧，中指插进去，把这两根带子捋平了。捋平了以后，用食指给它挑起来。挑起来以后呢，这下面这两根带子是两根带子啊，这两根带子从这个中指这个缝里面，然后塞过去。塞过去以后呢，把它掏过来，掏过来以后呢，用这上面两个翅膀，下面两个翅膀，然后把这下面两个翅膀这样一拉，啊，可以这边一边调节，一边拉一边调节，啊，拉紧了，它就是一个蝴蝶结的形状了。这个蝴蝶结下面翅膀呢是可以剪长剪短都可以啊，比方这个花东倒西歪的，我不能把控的这个位置。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优点啊，大家先看一下啊。你看，我先做两个三角形哈。这个树枝呢，就是我去年剩的这个红瑞木，用什么都行哈，树枝也行，柳条硬些的就行啊，甚至路边上捡的树都没问题啊。就那么三角形，两三角形，然后呢，这样啊，做成这种形式啊，然后再把它绑在一起啊。也不用特别规矩，只要是能待住就行，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个花的位置。好，你看基本上差不多了啊。咱们这个中间的空比较大，咱们再用一些碎的枝，咱们把边上稍微就像鸟巢一样啊，就搭几个空，这样的话，它这个花能待得住啊。搭几个空，让它稍微密一点，这样的啊。好了，我用那个两个三角形连起来，完中间简单搭了几条哈，就是这种就是很随意的，不用搞得特别复杂，就是特别规整无所谓，长点短点其实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可能更自然一些啊。但是呢，因为我这个是红瑞木，最好是如果插白色的或者浅色系的话，最好是用绿色的这种杆子做这个架构啊。但是我这没有了，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这个红瑞木啊。然后呢，用3根铁丝啊。
稍微粗一点铁丝儿，用铁丝儿把这架构连起来啊，看这样，就这样，这个架构就算成功了啊。架构说起来是很高大上的名字，但是其实，嗯不是很难啊，只要大家能用啊，能对那个插画有用处就行了，你不用管它是不是高大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好用就行啊。好，咱们基本上把这个3个编成一股啊，要用粗一点铁丝儿，细的如果撑不住这个架子的话也不行啊，这样就可以啊。行，可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架构，咱们插花用这个插就行了啊。用这个架构呢，其实咱们用什么花都可以啊，无所谓啊，咱们随便啊。先插2根小菊花啊，就是把这个杆儿跟这个铁丝连在一起就行啊，就这么简单的啊。最好是就是也是用螺旋的方式来弄啊。这个是飞燕啊，蓝飞燕。就穿在这个格里，就穿在这个格里就好了。其实穿在哪个具体穿在哪根无所谓啊。就穿在这个格里穿进去就行啊，手中握着就可以，很简单。有这个格以后呢，它这个花儿，大家看一下，这下花儿放在这格里，这样的话，它这个位置就可以固定了啊。你把随便插在这个格里，插在格里就可以了。看，这样花儿就能固定了啊。看这个找着了，就上万了，对不对？啊，啊，啊。我的房间都是单台的，现在一个这家的。都是当年，哎，知道我那个老家有正先把这说人啊，
好吧，这会儿咱们打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用了非常多种的花材啊，有块状的这种芍药啊，还有碎花这种小飞燕，竖线条的大飞燕啊，还有包括这个格桑花、雏菊，还有小手球，用了很多种花材。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我做的时候是按每个架构的这个格里做的，所以说它自然的就分开了。大家如果自己家里插花，我觉得就可以啊。但是我这个架构可能做的比较大，你可以做稍微小一点，就不用这么多花，花会少一些。如果想便宜点的话，如果价格低一点的话，你可以先加一些绿色的叶子，把叶子先打满，然后再在这个叶子上面，加一些花就行了啊，那也可以啊。完了，这个花呢可以捆起来啊。再不说这个花能换水吗？这个就能换啊。好，我把这长的这个杆剪一下，或者装到这个瓶子里啊。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瓶口很小，咱们平时插花就不好插了。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把它并一下，并一下。好了，这个架构的方式咱们做完了，大家看一下，就这种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呢有几点好处哈。这架构的好处呢是这样哈，第一呢，它可以比较好的把花和花之间的距离分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花的相对位置可以固定，就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放在这个格里头，它肯定是偏前；放在后边格里偏后，所以它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比较好固定。第三个呢，这个架构可以重复使用，就是你今天这个花坏了不行了，你把它拆下来扔了，完了这个架构可以第二次接着用，所以可以重复利用，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环保。第四个呢，它比较方便，它做起来比较简单，大家也看到了啊，刚才我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只要做一个这个可以循环的使用啊。完了呢，用这个架构的方式做的花束呢，就避免了那种不能换水的情况。咱们以前不是老说造型插好了，一般我们就不换水或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花呢是按用花束来做的啊，所以说你看，你可以给它拿出来啊，拿出来剪根换水，直接再插进去。哎，这样的话就能达到那种换水的目的啊。最后呢，这种架构的方式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对花的长短没有特别要求。咱们一般插花瓶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花根子都会插到底部，因为怕它吸不上水嘛。但如果说你这个根部不插到底在中间的话，它自己会往下落，
最后的位置就变了。可是大家看一下哈，用这种方式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花很短，大家看一下哈。如果按这个长度，基本上用这么高的花瓶是不能用的。但是如果我用这种加购的方式以后，它捆在里面，我只要水的高度在这儿，就肯定能吸上水。所以说，它对花材的长短要求不是特别高。大家可以看到哈，看这小飞燕的杆很短啊，你看，风铃草的杆也很短。一般情况下，如果插这么高的花瓶，咱们可能用不上。但是呢，用这种加购的方式做完以后，一摆的话，大家看一下哈，它就完全能招上水了。因为它这个加购这个架呢，最后是架在瓶口的，所以说它这个花不会窜下去，这是很好的一点啊。好，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用这种简单用几根树枝啊做的一个简单的架构，用插花来用的啊。我觉得这对花艺水平要求不是很高，大家都可以来做，可以做来试试啊。那这个架构式的这种插花的方式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再私信我或者下边留言问我啊。好，那这个架构方式先讲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学会，能插出更好看的花。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有一些那个毕业季的那个小花束，咱们今天呢就用比较少的花啊，做一种那种小花束吧，就是毕业的小花束吧。因为这个花越少，其实做起来越难，对这个手法要求越高。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真的用10枝花以下，我觉得可能大家很难做成一种那种好看的花束吧。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方式，这方式其实以前说过，就是那个做一个简单的架构哈。因为架构呢是可以很容易的把花和花之间的距离分开的。大家如果想做这种小花束啊，我觉得做一个这种小小的架构，相对来讲，我觉得就会容易很多啊。就是假如说你什么都不会，就是从来没做过，只要用这种方式也能做得很好看哈。然后我今天用这个给大家做一看一下，这两个架构呢，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就是上次母亲节以前我发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做法，今天呢我就提前做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三角形接完以后呢，它中间这块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说呢可能要再把这个格加密一点。我这个呢是用两根这个树枝加的哈，也可以用这个铁丝哈，就加成2条也行，就让它类似于一个打格法的意思就可以啊。当然了，做这个小架构呢，可能女孩可能有点费劲啊，可以找什么男同学啊什么帮忙做什么的。男同学做这个应该很简单，很容易啊。我大概其这个边长的长度大概在12厘米左右吧，12到不到15，应该12厘米左右。所以说这个架构做的比较小，这样的话呢，咱们用的花也比较少啊。好，那我先做一个男生版的。这个花呢，可以看啊，把这个从这个空里插进去，咱们先用点叶子打个底啊。不要太高啊，就把这叶子从这格穿过去，完了拿手摁住，跟下面根铁丝上连在一起就行了。就把最远端的这几个角，都有叶子填进去。好，大家看一下，基本上用叶子填成这样啊。男生嘛，咱们用点向日葵啊。你看，从这个缝里插进去，手跟这个连在一起就行啊。完，第二支呢，放的稍微偏厚一点啊。比那支稍微高一点。咱们用3支向日葵吧啊。你看，把这个口插在最远端这样的话，它距离就拉开了啊。好，大家看一下，这3支向日葵距离就拉开了。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架构的话，你可能很难把距离拉这么好啊。完了，它这个空隙的地方啊，咱们用一些多头的玫瑰或者什么花都可以啊，用这个花把它补一下。如果侧枝比较长的话，你可以剪下来多点，因为这个花总的来讲不是很大。有些短的放在前面就可以了，从前面下去就可以。下面这个杆呢，咱们尽量按这个螺旋的方式来做啊，不是也没关系，但是咱们尽量按这个方式来。好，你看加了几支这个小玫瑰，3支小玫瑰，再加几支这个橙色的这个玫瑰啊，你看就是把最远端的放在最远端这里面就可以了。这个边上空隙这部分呢，可以加叶子啊，也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尤加利啊，可以加一些这线条的东西啊。匈牙利呢，如果长的话，可以把侧枝剪下来，因为匈牙利这东西不怕干啊，稍微拖点水都没关系啊。好，这花就做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用了这种简单的架构的方式，就可以把我只用了几支，3支向日葵，4支这个国王日的玫瑰，还有3支这个多头玫瑰，其实就可以把距离分得很开。来看一下，其实不是很难哈。好，咱们用绳系起来啊。好啊，这咱们就先做完了啊，一共10枝花啊。咱们先放这瓶里，一会儿我做完另外一个，咱们再说怎么包啊。行，咱们再做一个女生版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做这种花束啊，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短，不是很长，所以说咱们最好是找这种单头的花，就一枝花上一个头的。如果说是这种侧枝比较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侧枝剪下来，剪成一个一个的小枝，这种啊，洋甘菊，你可以剪成一个一个的小枝，看这样的，剪成小枝用可以啊，用这个构架啊。咱们先用这个银叶菊啊打个底啊，看争取让它螺旋形的走啊。先加几支这个银叶菊，加玫瑰，这是粉红雪山。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用了10支玫瑰，这个分布就比较均匀了。如果是新手的话，如果不用这种加购的方式做的话，你很难把这个距离拉开哈。好，咱们把这个距离拉开以后呢，再加点小花啊，加点洋甘菊在里面啊，就在这个缝隙里加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让这个颜色稍微多一点变化啊，先把这个分成一节一节的就行了哈，不要整枝太长了啊。看就成这样的啊，这样塞进去。这些小小的头也可以用啊。这种花束呢，你用的配材越多，其实你感觉上它会越感觉到丰富啊。但是呢，那当然了，你用的配材越多，它可能成本也越高啊。好吧，这个女生版做完了，这是一个粉紫色搭配啊，加了一些这个白色的洋甘菊哈，我绑一下啊。看一下，这是女生版的粉紫的啊。这个呢是一个男生版的啊。来看一下，其实这种加购还有一个好处哈，它这个架子呢可以当一个支点啊，你把花可以这么支着，就可以架住这个花，就不会倒下去，它就架住这个花啊。那咱们说一下怎么包啊。好，咱们来包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种，你也可以说它是纸巾吧。我们一般是用脱脂棉做这个保水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为这事儿买个脱脂棉不值当的啊，所以说用那餐巾纸或者纸巾什么都可以啊。这个是那个女生洗脸那个洁面巾啊，它是也得像棉花一样啊，它也是比较有韧性啊，我们就用这个啊。我们先就是用水给它浸湿了啊，然后把这个根部包裹一下啊。好，你看就湿了啊，包一下啊，然后用张纸给它收上，保水啊。如果说你准备保存的时间再长一点，你可以往里边再加点水，往里倒点水都可以啊，就从这个塑料纸里边倒进去就行。为什么咱们要用这个吸水纸呢？咱们一般呀，拍照啊，或者说是拿着呀之类的，它有可能会倒啊，或者是翻过来什么这种。如果说你里边是蓄水的，那你就很难保证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么一放啊，或者倒着放，或者拿着这么一挥舞，它的水可能就漏出来。水一漏出来呢，这水就没有了，这个花呢就比较快就蔫了。所以说呢，下面用这种脱脂棉也好，纸巾也好，这种吸水的东西，让保持这个根部啊一直有水。这样的话呢，你再怎么倒啊怎么它不会流出来，而且呢还起到保水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方式是咱们如果拿出去用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比较好的方法啊。咱们包这个找个专业点的，我实在是不擅长包这东西。简单的哈。简单点。
咱们再系一个橙色的丝带啊，系一个丝带花。系丝带花呢，先找一个正面啊，咱们基本上你觉得哪个面比较好看，就把它放在正面。这花系在正面，丝带花系在正面啊。好，这就是一个那个男生版的啊，咱们可以毕业拍照啊，什么个小花束啊，这里给它加点蓝色的小飞燕啊，或者说是蓝星花啊之类的，其实也挺好看的，加点蓝色也行。但是我今天这儿没有了啊，我就不加了。大家配的时候就是橙黄或者偏红，或者加一点蓝都没问题啊。那么这里也系个丝带花啊。好了，这就是一个女生版的一个毕业的花束就可以啊。这是用的粉紫的搭配啊，其实大家可以用白粉呀，或者粉白紫各方面都可以啊。今天的这个毕业花束呢，就给大家做这么多吧。我觉得用这种加购的方式，咱们只要是小白啊，都能做好，没有什么太难的啊。好，那这期就这么着，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俗话说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咱们在家里插花的时候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啊，咱们没有用的啊，就是这个剪刀。也有朋友经常问我，应该买什么牌子剪刀，什么样的剪刀比较好啊？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个剪刀啊。首先呢，我们在剪刀选择上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第一个是它的锋利程度，这个剪刀呢一定要锋利，切杆的时候一定要很锋利啊。我们切这个根的时候啊，必须这么一下就断。如果这个剪刀它锋利程度不够的话，它会对这个茎啊产生挤压。大家知道啊，这个水呢是通过茎里这个导管吸上去的。如果说这个剪刀不锋利的话，它压下去以后它不断，所以就容易挤压里边这个导管，造成这个导管受损。这样的话呢，这个水可能就不太容易吸上去了，会影响它的吸水。所以说我们的剪刀或者刀啊，切花的时候一定要锋利，一下就断，不能说压半天它断不了，这样对花是没有好处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大家知道啊，剪刀呢有些好用，有些不好用。为什么呢？它可能是从人体工程学或者什么什么角度来考虑的。有些剪刀咱们用的时候很容易磨手，就手啊很容易磨，这个地方很容易磨，所以说这种剪刀的设计可能不是特别好。这样的话虽然它便宜呢，但是如果咱们剪的多了，手磨出泡了也不合适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两种剪刀啊，咱们来分别说一下这两种剪刀的差别在哪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啊，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啊，叫板垣的，这是日本进口的这个剪刀，叫板垣的。这个剪刀的优势是什么？它非常省力，尤其对于女孩来讲啊，就是它非常省力。对于一些木本的花材，比如一些这种木头的杆，它很容易就剪断，非常省力。所以说对女生来讲，这个剪刀是非常好用的啊。然后呢，这个剪刀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咱们在比如说插个花拍个照啊，拍照的时候，这花插完以后，这一瓶放这把剪刀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物，很漂亮啊，这个日本剪刀。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比较贵，大概100多100吧，将近200。正经进口的这种剪刀啊，所以说它的优点和缺点它是比较明显的。看大家自己的经济能力啊，会不会喜欢啊？这是第一啊。咱们说第二种啊，第二种剪刀是这种啊，
这是我经常用的啊，叫张小泉的剪刀啊。这个剪刀呢，它有一个好处啊，它的刃儿比较长，比较尖，在切一些多头花材的时候啊，比如说多头的花或者一束花里，我要剪掉中间一个小枝，比如说这是一束花，或者说一只多头的花，我们要剪掉其中的一小枝，就可以，刃儿比较长嘛，也比较尖，它可以伸进去，很轻松的剪掉中间一个。但是如果这种剪刀的缺点呢，它刃儿比较短，它就不太容易找到那个侧枝，所以说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剪刀会比较好。另外呢，这个剪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便宜。我一直用这个剪刀，这个剪刀大概20块钱左右吧，叫张小泉的。这是以前的是这种黄绿瓣的，现在呢是这种绿瓣，这是一个新版的，它是这种绿瓣的，叫张小泉的剪刀。这种剪刀呢，价格相对来讲低一些，而且我认为也比较耐用，而且设计的也比较好，它不太容易磨手，我觉得非常好用啊。大家在淘宝或者什么网上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能买到，大家查一下啊，叫张小泉花艺剪刀，大家找这种剪刀就可以啊，20块钱，一般情况下咱们家里用就足够了。另外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剪刀呢，在用完以后要做一些保养，因为我们是花店，剪刀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特别的做这种保养，因为经常用嘛。但是如果咱们自己家里用的话，这个剪刀呢，用完以后啊，一定要用水或者干净的布把这个剪刀上的这种汁液清洗干净，然后用干布把这个剪刀擦干净，放在这种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风干，这样的话呢，这个剪刀的使用寿命会比较长。好，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两种剪刀啊，一种是百元的，还有一种是国内张小泉的，这两种剪刀。这种剪刀呢，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缺点。女孩嘛，用这个剪刀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省力，稍微贵一点。但是呢，我们在平时干活比较多的话，这个剪刀可能比较实惠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啊，这两种剪刀的优点和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或者自己的喜好吧，选用任何一种剪刀。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关于剪刀的这些评测的东西，大家觉得是不是实用？如果大家觉得实用呢，可以把这个实用打在这个公屏上。好，那这关于剪刀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用处，谢谢大家。